你绝对不敢相信，原来漫威演员还必须得遵守这14个奇怪的规定，一旦不听话，那就只能被踢走。第一，禁止与对手合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 ，DC 和漫威都在电影行业发扬光大，从而也引起了粉丝争论哪家公司创造的超级英雄电影更好。实际上，一直以来这两家公司都是竞争对手关系，所以大家也认为在漫威工作的人不能去 DC 工作。但这个说法没得到任何证实，直到2017年，确切的讲是海姆斯沃斯在小花絮中透露的。索尔说，在 DC工作的同时又为漫威工作是非法的。可能现在就有人问了，为什么詹姆斯·古恩执导了第2部自杀小队，然后又回归执导银河护卫队呢？这个也许是在剧组规则的例外，或者说古恩导演确实是个人才，所以 DC 和漫威才破例执行。第二，宣传电影，漫威演员需要在全球各个角落推广即将上映的电影。例如在复联4上映之前，漫威就把片中的一些演员送到了我国进行宣传。当然，导演罗素兄弟也要一起出现，所以也导致很多漫威演员在电影上映之前的时差都是乱的。第三，系列合约，漫威的主要演员不存在只签约1部电影，几乎每个人都将被锁定在多部，即使角色在屏幕上发生死亡，但合同仍在有效期。就比如快银，当初他签约了6部电影，不过有的演员可能会得到更长的合同，没错，就是尼克弗瑞，他最初签署了8部电影，如果当合同快到期时，漫威又会给他们带来新的，这也是漫威电影宇宙能成为连续剧的关键原因。第四，严格要求化妆，因为漫威宇宙涉及到超级大国和外星人，并非每个角色都是人类，所以一些漫威演员可能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化妆，比如银河护卫队中的大多数角色，为了完成这个过程，他们每拍1部电影都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坐在化妆椅上耐心等待。所以说在漫威当化妆师比演员更累，不过也有些演员很讨厌这个过程，扮演红骷髅的雨果·维文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也因为受不了而离职，后来被罗斯·马昆德取代。第五，放弃头发，在一次漫威漫画的展览上，星云的扮演者凯伦·吉兰正在红地毯上接受采访，随后他摘下红色的假发，露出光秃秃的头，这是他为了扮演星云而做出的牺牲。由于需要大量的化妆和假肢，漫威说服了吉兰放弃头发，从而也使得化妆师能更容易的执行工作，但对演员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不过吉兰很幸运，当他下一份新合同时，他可以在未来的电影保留自己的头发。第六，接受服装的改变，漫威英雄要经常更换服装，尤其是在不同的电影中，但即使在同一部电影中，有可能也是一个明显的变化。比如托尼·斯塔克经历了许多钢铁侠套装，所以说如果你加入了漫威影业，不要太适应服装，因为谁都不知道在下一部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由于戏服的频繁变化，漫威演员甚至对他们的戏服做了一个喜爱度排名，克里斯·埃文斯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说自己最喜欢穿复联3中的那套。第七，节食和健身，超级英雄的身材必须处于最佳状态，因为肚子上的赘肉只会碍事儿，所以漫威的演员们得严格遵守饮食习惯。斯嘉丽·约翰逊公开提到自己受够了只吃鸡肉和沙拉的日子，但除了饮食，这些超级英雄还需要锻炼。克里斯·埃文斯谈到，因为之前要扮演美队，所以运动太过剧烈，以至于他现在厌倦了去健身房。不过很多演员都会专注于尽可能多的锻炼肌肉，然而荷兰弟关注的是灵活性，他甚至开始练体操来应对蜘蛛侠这个角色。第八，格斗训练，超级英雄需要知道如何格斗，否则他们怎么能打败反派呢？因为漫威电影包含了许多打斗场景，所以演员们必须得进行一些格斗训练和编排训练，这也有助于在战斗场景中获得更多真实感。小罗伯特·唐尼透露自己学习了咏春拳，这是李小龙的成名武术。唐尼也认为咏春拳帮助他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而黑豹的演员博斯曼为了保持最佳状态，还特意练习了非洲的古武术。从电影中的表现来看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第九，严格保密剧本，漫威很害怕自己还没上映的大片剧本会出现在网络上，所以他们已经实施了一些严格的规定来阻止。当时这个规定是从伊丽莎白·奥尔森那儿听到的，他说一些精心挑选的演员会被安排到一个安全的房间里读5个小时的剧本，而且房间里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物品，比如手机和电脑。不出所料，没有多少演员能接受这个邀请，虽然也可以把剧本带回家，但剧本只包含了自己那部分，这也导致荷兰弟都不知道蜘蛛侠会在复联3变为尘土，直到快上映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牺牲了。第10，高难度动作交给替身，漫威电影包括许多的打斗场面和特技，一个失误就可能导致演员受伤，然后电影就不得不暂停，直到演员康复，这算下来将花费一大笔钱。漫威可不傻，实际上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们会用到训练有素的特技替身，这样一来演员们就不用参与危险场景。不过有些演员真的很喜欢亲自上阵，比如克里斯·埃文斯和汤姆·赫兰德，然而在迪士尼的掌控下，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第11，假剧本，作为一名漫威演员，实际上不能问其他的演员在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，或者说根本不允许任何人谈论剧本，否则就有人会推测出电影的全部情节，并不小心泄露给观众。没错，这说的正是剧透专家马克叔。漫威为了保护他们的故事，编剧甚至会在剧本中添加虚假的场景，以误导演员。这听起来确实挺麻烦，但考虑到剧透会严重影响电影的票房，所以制作假剧本根本不算什么。第12，必须遵守导演的要求。作为一名演员，你可能对自己的角色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有自己的看法，这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有的思考，但在漫威影业中却不行。当时爱德华·诺顿建议用自己的想法创造绿巨人，而被臭名昭著。随后漫威意识到诺顿可能会要求更多，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
特殊来接替。你还知道有哪些奇怪的设定吗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